100年前，南宋覆灭，宋人李师惠为光复宋朝，收纳各派武功秘籍。李师惠面壁10余载，练就绝世武功，成为一代奇侠。后因复国无望，李师惠心灰意冷，剃度出家。临终前，他将所有武功秘籍暗藏于亲手所著的《玄金令》中。《玄金令》乃洛星石所作，坚硬无比，火烧不毁，刀枪不入。江湖传说，谁能得到《玄金令》，便能练就绝世神功，称霸武林。后来，《玄金令》几经易主，被汝宁凌氏所得。我找到你了。薄酒祭祀，聊表微臣。不孝儿郭显通，愿列祖列宗九泉有知，来尝来饮。快烧！祭祀的火越大，怀璧山庄就越兴旺。愚蠢！老爷，着火了！幽冥火，鬼呀！鬼呀！快跑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嘿！
搞定。哼，好你个郭显通，约架就约架，还得帮手。幸亏我早有准备。在这儿，你就是秦无涯。 正是，小爷我。上！中了我的软筋伞，爬不起来了吧？嘿嘿，郭显通呢？大胆擒贼，明知故问。郭显通已命丧你手。什么？死了？没错，我等乃钱塘下的捕快，奉命前来捉拿你，还不快放了我们！我没杀他，我今天都没见过他。空口无凭，怀璧山庄的少庄主已指你就是谋害郭显通的凶手。你说你没杀他？ 那就跟我们回县衙，解释清楚。谁怕谁啊？走。高公子，高公子，高公子开门！高公子，高公子。嫣儿，怎么了？我家少爷被官差抓走了，说是他杀了人。这不可能，无涯我了解，不可能杀人的。 哎呀，我的宝贝剑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秦无涯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睡大觉？高贺高师爷，你怎么来个牢房还蒙着个面呢？事从权宜，我是偷偷进来的。那你来干嘛？吵我睡觉？郭显通死在你决战的日子，难道这个事不蹊跷吗？ 我也觉得是。他是怎么死的？当班的火甲发现了怀璧山庄起火，郭显通就死于这场祸事。那中元节各家都烧纸，起火死难道不是意外吗？怎么赖我头上了？的确，你与郭显通原非不死不休的劲敌啊。非也。不死不休这话，我的确说过。 撤！没事吧？站住！按照大明律，凡在街道疾驰车马伤人者，杖100，留3000里。我是怀璧庄庄主郭显通，我就是当街打死人，官府也不会把我怎么样。你是什么人？敢拦我的马？嘿！你，大哥，跑了俩小孩，我去追。快去快回！没那么年轻。说什么呢？小子，听电话有事儿。
不在这跟你瞎耽误功夫，滚！也行，今天人多，打得不舒服。等改日我亲自到怀璧山庄向你下战书。哼！郭庄主。哎呀，郭庄主啊，郭庄主，我秦某可是如约来到你怀璧山庄下战书。哎，你这弟子可真热情，夹道欢迎，一多欺少啊。收了收了，小子，胆儿不小啊，你可真敢来。时间跟地点我都写在里边了。你郭庄主可是鼎鼎大名的人物，到时候可别爽约了。既然战书都已经下了，好啊，那咱们就按照江湖的老规矩，生死自负。别怪我手下无情。自然，此战必是不死不休。现在麻烦了，你与郭显通相约中元节休幕的那天，在城外的东郊树林决战。现在郭显通死了，你自然难逃干系。听我一句劝，你越狱吧。越狱？凭什么？我今天都没见过他，我怎么会杀他的？你我相交多年，我深知你的为人，当然知道你不是凶手。哎呀，没事儿，等知县一审完之后，就知道抓错人了。你听我说，照大明律，此案会先交给知县去调查，先经刑部审定，后交给督察院参核，再给大理寺审允，最后给皇上定夺。本朝的办事效率你是知道的，与其被动的在这儿等着关门审定，还不如你主动逃出来，趁凶手还没有逃远，你亲自抓住他，到时候人赃并获，你自然也能洗脱冤屈啊。说的有道理。高贺，你让开！狱卒哥哥，我先走了，勿念。秦无涯，秦无涯跑了！快来人啊！秦无涯跑了！你家是回不去了，先住我那儿吧。嫣儿也在。你在衙门当差，收留一个逃犯，会不会连累你啊？以咱俩的交情，说什么连累不连累？见外。大人，卑职已命人将秦无涯的家看守起来，只要他回家，就一定能再把他抓回来。城门口加派人手，严查官府发放的出城凭有。明白。你之前跟我说他是主动随你归案的。是。可现在怎么又逃了呢？擒贼，我就知道你要跑。你是谁？在下郭玄武，郭显通正是家父。按江湖规矩，你若光明正大与我父亲比试，我本也不会报官。但没想到，你用计谋害我父亲惨死，今日我便亲自为他报仇雪恨。怎么不杀我？对呀，此时月黑风高，我悄无声息地杀了你，我照样能逃之夭夭。
我倒想问你，我为什么不杀你呢？因为你爹根本就不是我杀的。你要信我的话，3天，给我3天时间，我自会查明真相。我秦无涯可不愿意白白担了杀人的罪名。少庄主，请留步。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要逃跑？我不管，我跟定你们了。嫣儿，你少爷回来了。少爷，高公子，没事，你没事。嫣儿，你怎么哭了？嫣儿，别哭肿了眼睛。谢谢高公子。傻丫头，下回你少爷再被抓，别去找高公子了，直接收拾金银细软，开溜大吉啊！我徐嫣儿才不是没良心的人呢。当年要不是少爷，我早被卖到青楼了。如今更不可能忘恩负义，丢下少爷。逗你呢，急什么？秦无涯，我父亲尸骨未寒，你居然嬉皮笑脸的！别忘了，你只有3日时间查明真相。3日一过，你若还是推脱狡辩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你都打不过我，你怎么杀我？他是……稍后再跟你解释。哎呀，不行了，困死了，我得睡一会儿。在牢房里睡觉太不舒服了。高贺，咱们那么熟了，我睡你屋里凑合凑合。那客房就留给嫣儿住。走了。比设简陋，你若不嫌弃的话，一起进屋休息。嫣儿，早点休息。爹，试试孩儿新买的平安结，您戴上。扔出去！你个不务正业的逆子，拿着娘们儿编的玩意儿，丢人现眼！我是听方姨娘说，戴平安结可保出入平安，所以才特意扔出去！你就是头蠢猪！我教你的抱蝉13式，你学了3年，到现在都没有学会，我是白养了你！爹，都怪孩儿学艺不精。哎，走一走，看一看来。老板，给我来1屉包子。好嘞，好嘞。哎，听说前2天这城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听我跟你说啊，这怀碧山庄的郭庄主被幽冥火给缠住了。姑娘，您的包子。听说啊，谢谢。年轻的时候干过那杀人放火的事儿。给，你看这报应就来了，这小鬼哎，缠身呢。多了一个。慢走啊，姑娘。这个我知道。之前啊，我听别人说，中元之日，地宫会打开地狱之门，众鬼都要离开冥界，重返人间。有仇的报仇，有冤的伸冤呐。哎，你小子一夜没睡啊？少爷，我买了包子回来。哎呀，好嫣儿，你怎么知道你少爷饿了？高公子，快来吃包子。高贺，你今天不用上衙门啊？我跟知县告了假。哦，少庄主，一起吃点吧。我刚刚出去的时候，听见外面好多人在谈论怀碧山庄的事，都说是恶鬼回来复仇了。恶鬼未必，复仇倒是有可能。毕竟郭显通生前的风评不太好。你们听说过玄金令吗？我到现在啊，还真没听说过，谁学过玄金令的武功？但江湖豪侠从未停止过对玄金令的渴望。为了得到玄金令，
江湖上掀起了无数腥风血雨，不乏有灭门惨案，传闻都是郭显通的手笔。你胡说八道！我父亲不是那样的人，我不许你玷污他的名声。你凶什么凶？高公子他哪句话说错了？再说了，怀璧山庄做没做过恶事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假的，那都是嫉妒我们怀璧山庄的人编造的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坐下坐下。燕儿，先吃饭，待会儿还得去一趟怀璧山庄。那谁，坐下来给我说一说昨天的情形。秦无雅，来人，把秦无雅给我拿下！刘叔，是我带他们来的。我和秦无雅有3日之约，现在还不能抓他。哟，官人尸骨未寒，这就请杀人凶手登堂入室，到底不是方姨娘，请赶紧换上丧服，为庄主守灵。凶手还逍遥法外，官人尸首还在义庄里，守哪门子灵？方姨娘，你去哪里？这鬼火都烧到家里了，我去庙里上香。纵火时，你们都站在何处？当时我就在这里，在父亲身后，管家他们都在下面。那天发生什么意外？元宝塔为什么会突然起火？元宝塔是自己烧起来的。那所谓的幽冥火，是不是一半是蓝色的火焰，一半是红色的火焰？不是，一开始是蓝色的，后来才变成红色的。怎么变的？是泼完水之后才变成红色的。这水里应该有盐。管家，这水是谁准备的？水是我命下人准备的。中元节烧纸都怕火灾，避免意外，水是一早就准备的。哎呦，奇怪，里边怎么会有盐呢？水是一早就准备了，所以谁都有可能提前放盐。虽然不知道如何纵的火，但既然水里有盐，那就代表有人蓄意谋害，并非鬼魂作祟。怀璧山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庄内现下不太方便，请诸位晚一些再来。是你们报的官，我等奉命查案，为何横加阻拦呢？你们持械阻拦公差办案，是要造反吗？刘叔，刚才怎么了？无妨，一点小事而已。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事发前2日，曾有一行事鬼祟之人来过怀璧山庄，还进了庄主的书房。什么人？那带人翻墙后，就是从这条路一直进入书房的。脚印如此凌乱，也难怪，毕竟是3日之前了。这脚印那么深，会是谁呢？谁的身影那么沉？管家，庄里有多少女人？除了方姨娘，还有几个丫鬟婆子。把他们的鞋拿过来。好，拿来了。不是。把另外一只给我。这是谁的鞋？是方姨娘的。纵火时，方姨娘在何处？就在附近近旁。不，这人要跑。方姨娘，你这是去哪？
玄武，我正要回山庄呢。撒谎！这明明是出城的路。我走错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。你竟敢私自夹带，定是你谋害的父亲！你就是借我10个胆儿，我也不敢谋害你父亲。我们信你不是凶手，我来找你是想问你一件事。你要问什么？出事那晚，你离郭显通最近，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？任何一丝细节都行。并没有什么异常。哦，有一个，当时有一股淡淡的大蒜味。蒜？我先走了。不行，你不能走，你得跟我回去。郭显通都已经死了，我想离开，我有什么错？要我说，郭显通死得好，他早该死了。我呸！你别以为我叫你一声姨娘，我就不敢打你。哎，有话好好说。打！你打！往祖奶奶脸上打！叫我姨娘，自己都不知道哪儿来的野种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必然是心里知道，郭显通不会把怀璧山庄交到你手上，所以你才怀恨在心，才杀了他。你才是凶手！你还在这贼喊捉贼！你少胡说八道！跟我回去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我！当真？你看清楚了？看清了，确实是西厂的令牌。大人，现场不让看，证人又传唤不了，现在怎么办？这案子还查不查？既然报了官，当然要查。卑职以为，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找到秦无涯。不急，缓缓再说。为什么呀？你觉得秦无涯越狱是要做什么？怀璧山庄我们进不去，可以他的功夫，未必不能啊。怎么样了？唉，一言难尽啊。哎，对了，你呢？怀璧山庄的布料都是在我这儿买的，但是布料它本身就易燃，何须再额外动手脚？就算在布料上动手脚，也不能确定郭庄主当天穿的是哪件衣服。是。既然凶手要用这种方法害人，自然要确保万无一失，否则伤及无辜，郭庄主也没死，不是白下了这些魍魉手段吗？所以呀，肯定还是鬼怪害人，报应不爽。老板娘这话说的颇有道理。那火又不可控，凶手又怎么能保证一定能够烧死郭显通？如果随机杀人，大费周章，那搞出幽冥火又有什么意义？我还是怀疑凶手是直逼郭显通去的，因为他武艺高强，凶手很难接近，所以才舍近求远。至于幽冥火，我觉得还是距离近的人更容易怀疑。想不通，想不通，还是先去趟纸扎店。是这儿吧？掌柜的，客官买什么呀？这都要打烊了呀！老张，我们不是来买东西的，我们是来问你点事儿。怀璧山庄的人命案，想必你已经听说过。当时着火的纸元宝塔，可是您亲手做的。没错，是我做的。怀璧山庄的纸元宝塔和您平时做的纸元宝塔有何不同？没有什么不同，这老朽做了30多年的纸扎生意，从没有出过什么差。这中元节，
这也并非怀碧山庄一家定制了纸元宝，这我做的东西那都是一样的。这儿就是小店的库房，怀碧山庄做那纸元宝，啊，全搁这儿放着。乌鸦，这似乎是碳粉。老丈，这里有没有存放过木炭？这可不能够，这纸扎呀，这最怕的就是火星子了。一看就是有人撬开了纸扎店的窗户，将碳粉放进了纸元宝。不过始终还不知道，凶手是如何利用碳粉做出的幽冥火。你是谁？此人的武功极高，我也摸不清他的底细。连我的软金伞都可以避开，确实非比寻常。走。秦无涯，今日已过，可有什么眉目？别忘了，你只有3日时间查明真相。这不还有2天时间吗？明天就能知道幽冥火的来历了。哎，为什么现在不行？明天我会去通天阁。什么地方？通天阁行事诡异，是江湖上最神秘的组织。传闻江湖上的事情，他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晓。至于通天阁，我知道的甚少，只知道阁主好像叫通天老人。晚辈秦无涯，求见通天老人。你就是秦无涯？秦无涯要见通天老人。安静！你就是秦无涯，师从清风观的一鸣道长，剑法高超，是年轻人中的佼佼者。你的佩剑鸳鸯剑，是梵音派掌门所赠宝物啊。通天老人能直接报出家师名讳跟佩剑来历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说说吧，你来此所求何事？晚辈是为了怀碧山庄的疑案而来，想知道幽冥火的成因。我通天阁知晓世间万物，区区幽冥火何足大哉？但你必须付出等值的代价，才能如愿以偿。把鸳鸯剑给我，我就告诉你幽冥火的来历。习武之人，剑不离身，免谈，告辞。留步，再商量一下。这样我退一步，只需你把鸳鸯剑借我1关即可。老朽实在是想知道，
这反阴派所铸的鸳鸯剑，究竟有何种玄妙之处啊？啊！一言为定。拿去。幽冥火是灵光造成的。汉朝的《淮南子·思论训》，近代的《博物志》都有提到过灵光，还有宋朝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，对此物也有详细的描写。以你的聪明才智，一看便知。多谢前辈指点。既然你的心愿达成了，这鸳鸯剑我就收下了。想不到鼎鼎大名的通天老人，竟然是个厚颜无耻之人。哼！雕虫小技，小爷告辞。鸳鸯剑，原来是这个意思，果然是把好剑呐。高师爷，这是画师所绘的秦无涯画像，这是根据画像写的海捕文书。行，交给我吧，等大人回来之后再定夺是否全程张贴。是。大人，这是一范秦无涯的海捕文书。哦，上头正推行一条鞭法，合并复议。本县今年梁地祭丁的账册都整理好了吗？都誊写好了。恕属下多言。大人是否认为秦无涯不是本案的凶手？秦无涯既然知道郭显通已死，何必在赴约城外等着捕快去抓他？仅凭江湖战书，还不能断定秦无涯就是凶手。大人英明。啊，回来了。今天的衙门事多，回来的晚一些。难得啊，你竟然在看书，看的什么？《梦溪笔谈》，今天刚买的。这书中讲的灵光，你知道吗？似曾相识。淮南子，跟《博物志》，你看过没有？我想起来了，你等一会儿。血精在地，暴露百日则为灵，遥望炯炯若然也。你说的是这个吧？是。杨儿回来了。什么味道这是？按少爷的吩咐，买了腐臭的咸鸭蛋回来。卖咸鸭蛋的老奴听说我不要好的，专挑臭的，都没收我钱就送给我了。好。哎呀，厨房主上，杨儿，把郭玄武叫上。好嘞。这到底是要干嘛？差不多了。没错，当时就是这样的回言。原来《梦溪笔谈》中的“业主盐鸭卵，盈盈然，屋中尽明”，讲的便是这般如此。你们闻到没有？好像有一股大蒜的味道。这就是幽冥火的一半。
还是不一样，没有红色的火焰。所以说是一半嘛。红色的火焰另有缘由。凶手按照书中讲过的奇异现象，只需要提前在元宝里放入碳粉跟丝棉，然后再加上盐水，就会着火。惭愧啊，我这么多年书白读了，原来这就是幽冥火。幽冥火的谜团可算解开了。可是凶手为什么要搞出幽冥火？普通的火一样可以烧死人。我还有个疑惑。如果当时郭显通指使别人去浇水，那死者是不是另有其人？难道真的是随机杀人？这也太可怕了。要是我去灭火就好了，父亲就不会遭此横祸。小心！又是你！你到底是谁？追！是调虎离山。说，玄机令在哪儿？不然我宰了你！玄机令，那可是传说中的至宝，我怎么会知道在哪儿？不说是吧？你是何人？半夜偷袭？在下秋来，我来是问这姓郭的小子几句话。你若不想成为我刀下之冤魂，便滚开！你是花问柳丁俊的儿子，哼，跟你爹长得一模一样。虽然你不想承认，但血脉是不可更变的事实。丁俊知道有你这么个儿子吗？你闭嘴！你知道你爹有多阴险吗？什么？论阴险，他说第二，江湖无人敢称第一。各位好汉，不要杀我，我把知道的全告诉你们。你为什么污蔑我父亲？我污蔑他？12年前，他不知听何人所说，玄金令在汝宁府凌氏手中，他便带我和丁俊血洗汝宁灵府。大哥，跑了俩小孩，我去追。快去快回！不知为何，从此以后丁俊没了消息。郭显通，他背信弃义，
为了独享玄机令，对我刀剑相向，逼我东躲西藏，害我躲了这么多年。如今他终于死了，把玄机令给我。我爹他真的杀了这么多人？我说的句句属实。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顾全武，那2个孩子呢？他们怎么样了？恐怕凶多吉少。丁俊色欲熏心，很难放过他们。燕儿，燕儿，你怎么哭了？那2个孩子太可怜了。当年我也差点被歹人，幸好少爷及时出现救了我。没事，这不还有我吗？没事。别跑，别跑！玄武，吃点东西。我从来都很敬重我爹，我没有想过他不是我父亲，他是个大恶人，杀人狂魔。郭显通，他其实是个太监，他原先隶属西朝，后来不知如何出宫创办了这怀璧山庄。不仅如此，整个怀璧山庄根本就不是郭家的产业。怀璧山庄就是用白骨堆砌而成的。我呀，我的亲生父亲呀，他是个淫贼。你是花万柳丁俊的儿子？丁俊知道有你这么个儿子吗？我的出生就是个错误。我是剑姬，此生不能科考为官，只能当一辈子最低贱的衙役。此情此景，当真当服一碗大白啊！来，罪行性罪，平均会取这滋味。没罪。好，你没罪。高公子，他来了。怎么了这是？兴致来了，多喝了几杯。没罪。喝了。他的酒品还算好，说什么都还听，不像那个郭公子，现在还在那酒馆给人唱小曲呢。那张柔觉得，少爷虽然放荡不羁，但很少喝酒的。我与他相识3年，也不知道他有如此悲惨身世。少爷的娘亲住在顺天府，可他从不去认亲。他说要等到出人头地以后才能去。难怪他心中有此执念，也只怪他多管闲事，不知道好好照顾自己。我倒觉得我家少爷这样古道热肠的很好，要不是他多管闲事救了我，我就被拐子卖到勾栏瓦舍，也不会好端端的站在这儿了。你笑什么？像你这个小丫头，一口一个我家少爷，我家少爷的，心悦君息，君不知啊。不如你向你家少爷表明，我也好从中撮合，好完成一段姻缘。我看您一个人就能把我家少爷送回去，嫣儿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这丫头。客官，您的早饭。客官，客官，
死人了！死人了！死人了！不对呀，这写的也太工整了。搜仔细点。大人，这2起命案都跟秦无涯有关，我们不能再缓了，还请大人下令全城搜捕秦无涯。来看一看，尝一尝来。老板，朝您打听个事儿，最近有没有人特意来你这儿买过腐肉？没有没有。那腐骨呢？也没有。终于找到你了。你怎么来了？走吧。去哪儿啊？走。去哪儿呀？秋来昨夜死了。什么？而且尸体旁有用血写的你的名字，你已经牵连2起人命官司了。官府下令，全城发布通缉你的文书。我要是凶手，那我杀了人之后，我肯定把名字给擦干净了。这种陷害的方式也太拙劣了。你同我说也无用。而且你昨晚喝得烂醉，一直昏睡，我当然知道不是你。你干嘛？把这脸遮一下，恐让人认出你。哎呀，行了行了。先是郭显通，紧接着是秋来，我觉得那凶手应该跟12年前凌家灭门惨案有关。那我卷进来就不是偶然了。他很有可能认识我，知道我跟丁俊的关系。我怀疑凶手就是袭击你2次那个黑衣人，他与秋来一起出现，定不是偶然。极有可能。那黑衣人武功极高，要不是你2次舍命相救，我都得死。别废话了，走。少爷您没事就好，燕儿都快急死了。唉，傻丫头，你家少爷的本事你还不清楚吗？哪有那么容易被抓到？舒服。官兵找不到您，同人打听到我是您的丫鬟。今天我在街上买菜的时候被认了出来，差点被抓住，还好我跑得快。这回我真得批评你，你又不会武功，以后别出门了，下回就没那么幸运了。我最担心的还是高公子，他们能打听到我是您的丫鬟，也能打听到高公子和咱们的关系。窝藏罪犯可是大罪，更何况高公子还是衙门的师爷。有道理。高贺，要不我们换个地方住，别因为我连累到你了。既然你把我当朋友，就不应该说这种话。高家你想住多久住多久。你要是真怕连累我的话，早日找到凶手，自证清白。那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俩就别出门了。高贺，有你这样的朋友，是我秦无涯的福气。咱们多年至交好友，无需多说这些。央儿，怎么那么快就在生火做饭？那高贺还没那么快回来呢。再说了，也没有菜给你做呀。高公子人虽然没回来，但他会托人采买，把菜送过来呀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就是知道，高公子样样体贴，事事周到，才不会让我们饿着肚子等他呢。高公子样样体贴，事事周到。哎，高贺回来了，来来，猜一下我们央儿给我们准备了什么吃的？油焖春笋、宋嫂鱼羹，还有东坡肉。你怎么知道？这又不难猜，以嫣儿贤良的性格，肯定会做我们喜欢吃的。哎，你们2个真是……谢谢。这么好吃，也不知道将来哪个有福的会娶了我们嫣儿。高公子就会取笑我。
少爷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性格，哎呀，就是性格。郭显通为一庄之主，行事极为霸道。你们想想，中元节，诡异的蓝色火焰会让人产生恐惧感，从而说出鬼神之言。而此时，郭显通为了平息事态，宣扬威望，他一定会亲手灭了这个火，这不就是必然的结果吗？所以，凶手一定非常了解郭显通的性格，才会故意做出了幽冥火，从而保证烧死的那个人一定是他。你上次分析，凶手可能认识你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同时认识你又熟知郭显通的人，其实并不多。对呀，燕儿，没烫到。没事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可能是太累了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燕儿，他怎么了？燕儿，燕儿，你坐。你怎么又哭了？哎，我把碗都给刷了。没事，是蜡烛熏的。哎，大晚上就别绣了，这烛光太暗，伤眼睛。再不绣，来不及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没事，我就是想到了些以前的事。少爷还记得我们初相识的情景吗？记得呀。当时啊，你从一辆奔驰的马车里探出了头，还哭着向我求救呢。因为大声呼救，拐子把我一顿好打，直打得我满嘴鲜血，头晕眼花。那时候，我真的很绝望。直到少爷气喘吁吁地掀开车帘，一脚把拐子踹下车。哎，那时候我也初出茅庐。哎，你说我傻不傻？我也不知道找个坐骑，就一直跑呀跑呀跑啊，我追了马车10里地。当我掀开门帘的时候，那车里大姑娘小媳妇儿的，个个都目光炯炯地盯着我。别哭了，都过去了，是吧？后来，少爷把他们都放回家，只有我，父母哥哥，都被洪水卷走了，孤零零的无家可归。是少爷给了我第二个家，少爷对我大恩大德。如果有一天，我做了对不起少爷的事，少爷会怪我吗？傻嫣儿，你怎么可能做对不起我的事呢？是不是？哎，高贺，找你半天，原来你在嫣儿这儿。什么事啊？我听知府大人说，衙门来了200精兵，正在挨家挨户搜城呢。我这是待不下去了，不如你带着嫣儿远走高飞吧。以你的武功，2000精兵都抓不住你。我不走。我想走的话，我早就走了。我秦无涯闯荡江湖，我为的就是出人头地。我可不想蒙受这不白之冤。
你怎么会怀疑嫣儿呢？嫣儿最近有些不太对劲，我觉得有必要过来看看。探长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是嫣儿？其实一开始与郭显东出事。过来，小莲，没事吧？我们都了解你的性格，为了在江湖出名，必然不会放过与声名赫赫的郭显通一战。这么看来，这一切看似是偶然，实则必然。不可能是嫣儿，她又不会武功，怎么进得了怀碧山庄呢？我也不相信是他。走，咱们回去当面问问他。走。嫣儿，乌鸦，你看，少爷。我有许多话想跟你说，却不知道如何开口。徐嫣儿的身世是我编造的。我的本名叫林双双，是汝宁林家最小的女儿。家族蒙难后，我侥幸躲过一劫，被世外高人收养，勤学武功。后来为了接近少爷，我假称徐嫣儿，自导自演了被拐卖的戏。少爷与高公子交好后，我得以到高公子的书房里看书，无意中读到《梦溪笔谈》里的杂谈。民女林双双前来认罪。所犯何罪？是我用腐肉熬出灵光，又潜入纸扎店，在纸元宝中加入碳粉和丝棉，做出幽冥火之举。纵使爱慕少爷，但我深知血海深仇不可忘。双双不敢，也不能向少爷诉说衷情。知晓丁俊那样的为人后，双双始终觉得少爷是无辜的，构陷忠良，于心不安。我决定去县衙认罪，还少爷清白。是民女，先后杀害了郭显通和秋来二人，秦无涯是无辜的。请青天大老爷明鉴。化名徐嫣儿，待在少爷身边的这段日子，是我12年来最愉快的时光。此生虽遗憾不能再陪伴少爷，却未曾后悔所作所为。林双双绝笔。
嫣儿，我来迟了。守在你家的衙役已经走了，你可以回家了。家里都没人了，回家做什么？嫣儿跟了我那么久，她的性格你是知道的，她就像我的亲妹妹。高恒，我到现在为止，我都不相信嫣儿他会是凶手，一定有人模仿他的脾气，伪造了那封信。你别被感情控制了理性。就算笔记容易模仿，但是写字的笔序、笔压很难模仿。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去嫣儿的房间，她一定还有些手术，你可以去比对一下。来，不要说了，喝，喝酒啊！干了，来喝。哎呀，喝酒是人生一大美事啊！你干嘛？没酒了，你给我点儿，我要喝酒。你叫我来喝酒，你不让我喝，玄武，高兄，你们这是？哎，你来的正好。来了。你看这秦无涯喊我来喝酒，自己把酒都喝光了，不讲究啊！喊我来喝酒，自己把酒喝得精光，真不讲究。说谁不讲究？你不讲究。你是不是说我不讲究？你干嘛？是不是不讲究？是不是我不讲究？干什么你？无涯，喝多了耍酒疯，打架我也不怕你。打就打！兄弟干嘛？十爪击散。没错，你是在装醉。我让郭玄武陪我演的戏，为的就是抓住他。你究竟是谁？掀开他的面具，你就知道了。
爹，你还活着。他当然还活着。曾经几次想杀了我，但他却未伤你分毫。他是你爹？你爹为什么要杀秦无涯？想必你爹一直密切关注着你，知道了你的计划，想帮你杀了我。高贺，我是多么不情愿相信杀人凶手就是你！秦无涯，你还是喝多了吧？这高贺怎么可能是杀人凶手？对啊，无涯，我知道你不相信嫣儿是杀人凶手，可你看过他的亲笔信，还有手书，字迹是一模一样。亲笔信是你写的，你为了瞒天过海，你把嫣儿书房里所写过的文字全部誊抄了一次，笔迹自然一模一样。无涯，你看，嫣儿不是凶手，也不是凌家之女，也不会武功。她只是一孤儿，而你，高贺，你才是凌家之子。你小的时候应该见过丁俊，知道我跟他的关系。你与我私交甚好，与我成为好朋友，都是你的目的。知县一向奉雪渊禁报之名，他一定能查出我不是凶手。所以你一开始你就鼓励我越狱，想在我越狱之后杀了我，好伪造一个畏罪自杀的样子。可你千算万算，算漏了一个人的出现，就是他。他天天守在我身边，所以你才没有得逞。最后，你不得不更改计划，你把目标对准了嫣儿，你利用她的忠心去为我顶罪。这一整套的连环计，算的是人心。郭显通、嫣儿，还有我，都被你给算计了。无涯那个犟脾气，让他远走高飞，他还不愿。若真要被官府抓到了，定判他个绞杀。若是有什么人愿意为他顶罪就好。可这世上懂得知恩图报的人又有多少呢？他平日里行侠仗义，救人于危，可当他遇难之时，又有谁愿意救他呢？你何时开始怀疑我的？郭玄武，你是怎么知道我跟你爹的约战地点的？家父死后，我在书房看到了你的战书，方才知晓。我便告诉了巡捕，让他们去东郊树林找你。现在麻烦了，你与郭显通相约中元节休幕的那天，在城外的东郊树林决战。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约战的具体地点，而你却准确地说出在东郊树林。一开始我只是觉得奇怪，我并没有怀疑你。直到后来，我确信了，你就是那个潜入怀碧山庄、偷入郭显通书房的人。你爹，还有秋来，都是他杀的。求你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
精彩啊！着实精彩。秦无涯，你比我想象中的更聪明。没错，我的本名叫林寒，我要给我家人报仇，隐姓埋名才来到这儿。我为了设计这些事，筹划了10几年。没想到被你看穿了，他怎么就没你这么聪明？徐嫣儿被我3言2语就骗着为你顶罪，你最没有资格说他！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坚持那封信是伪造的吗？因为嫣儿爱的不是我，是你！不可能！到后来，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郭显通的马冲过来的时候，嫣儿会愣在路中央。把他推到路中央的人，竟然是你！嫣儿不是为了我顶罪，她是为了你呀！她知道你是凶手，不想我蒙冤，她牺牲了自己。不可能！高公子，我是秦少爷的丫头。少爷说公子才高8斗，让我跟着公子读书习字，学习管账。好说，以后这书房你可以随意进出。这个字是这样写。12年前的灭门惨案，你还有不知道的隐情。玄武，去把方姨娘请来。妾身方氏，20几年前就嫁给郭显通，他的事情我都略知一二。12年前，郭显通之所以去汝宁林府，是因为听信了一个叫盛广元的人说玄金令就在林家手上。郭显通早就有心称霸武林，便带着他的2个兄弟丁俊和秋来去了汝宁林府。我没猜错，你就是盛广元。可后来，郭显通说他被盛广元给骗了，所谓的玄金令是假的。玄金令是真的，我验证过，确为洛星石所著。玄武，你先带方姨娘走，等我好消息。乌鸦兄，走！这便是玄金令，我从郭显通的书房偷的。可是玄金令的故事是假的，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理事会的秘籍。镜花水月啊，本就是一场空。但是你把郭显通引回家的是吗？告诉我！
又怎样？为什么？他们都是你的亲人，你凭什么这样？亲人？他们算什么亲人？只有你跟双双才是我的亲人。当年我为了得到玄金令，被你娘那个贱人所诱惑，不得已入赘。我隐辱多年，就连我的孩子都不能跟我姓上。所谓的玄金令，就是一面破镜子，让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？所以你就借刀杀人，让那群恶人灭了我雷家满门。你不配啊！好一个始作俑者！凌寒，是我杀了丁俊，救了你，你别不识好歹。我没有半点对不起你吧？胡说！我隐忍了那么多年，就是为了复仇。都知道真相，竟如此不堪。你知道吗？来自地狱的幽冥火，不是烧在郭显通身上，是烧在我的胸口，整整12年。它烧掉了我的良心，烧掉了我的友谊，烧死了徐燕儿。你让我怎么放下？高贺，给我让开！我问你，大明律弑杀亲父者，该当何罪？弑杀亲父。凌迟处死。高贺，让开！呀！你既然想杀我，为什么在圣广园袭击我的时候拼死相护？小心！说呀！我不知道，只知道这可能是我身体的本能反应吧。高贺，你还有良知？想想你的大明律，所有的恶都需要一个光明的审判。逆子！我早知道当年我就不救你，我让你和那群心灵的一起去死。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我的妹妹双双在哪儿？我当年把她送去广宁寺，之后再没打听过她的消息。我佛慈悲，但愿她生活的平安喜乐吧。你干什么？我已将他武功废除，你把他送至衙门，县衙会给他最公正的审判。那你呢？
我从小便不爱习，只好读书。若是家门没有生变的话，我会去考个功名吧。这雨仿佛能洗刷所有罪恶。是时候该离开了。撤！撤！